也是有那个换挡那个发烧哦。啊，对。如果今天有160千的预算哦，你会买什么新车呢？重点是不要 SUV， 想要 Sedan 或者是 Hatchback。可是，在马来西亚里面哦，160千 Mazda 3 Liftback。可是想要想哦，你明明就可以花一个140千左右买一个 Honda Civic RS Sedan 哦，有这么大的空间，安全配备又好，动力又不错。但是林北就是不喜欢 CVT， 林北就是不要日本车，林北就是要 Golf R Line。你今天会不会愿意花一个160千左右去买一个安全配备没有 Mazda 3充足的，可是它的样子很飒，它是一个 Turbo。大家好，我是 Adam， 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啦。本期视频呢是非常感谢车主叫 Alex， 他今天借我这辆 MK8 Golf R Line 1.4 TSI。在我这个频道已经拍过很多次 Golf 了，有从 Mark 6的 TSI GTI 到了 Mark 7的 GTI，Mark 7.5 的 TSI 跟 GTI 都有拍摄过。Mark 8的话就是 Golf R 了，它是第8代的1.4 TSI 呢，这还是第一次。这辆车已经是有做一点小改装了的。如果你看看原原装的 Golf R Line 的，我看了有一点不是很有胃口，尤其是在它的那个17寸轮圈，它是用着225、45、17寸的。车主换上了一个18寸的轮圈之后，看上了比较舒服一点。这套应该是来自 Works 的 Emotion 的轮圈，前面是 Brembo F50的刹车卡钳，有带切线的刹车通风碟，用这轮胎是 Michelin PS4 225/40 R18寸，换了一个 Sport Spring 啦，大概一个手指的高度。后面方面呢，它也是用这225/40 R18的轮胎 Michelin PS4， 后面也加到了刹车通风碟，刹车的力道会好一点的，也是大概一个手指的高度。前麦花臣后猫低铃的设置 ，Volkswagen 的 MQB 平台，这辆车的操控肯定是蛮不错的。这辆车也换了 Blow Off Exhaust， 有 On Off Valve 的，只是里面方面暂时没有去做，为什么？车主要 claim 很多 warranty 啦，因为这辆车是很多小小的问题的，就连一个 R 的字，像 Golf R 这样。Volkswagen 最出名就是它的这个 logo 是可以这样子按来打开，还有 reverse camera 在那边的。这个车的 work 让我相信也不用做太仔细，因为它跟 Golf R 呢是很相似的。我之前也是试驾过 Golf R， 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这个是它的 Valvetronic 要通电用的，所以它会插一个 cable 在这边，然后让它通电。你进行切换要打开还是关闭阀门 ，Carbon Fiber 的尾翼。如果你不说它是1.4 TSI 的话呢，我还是认为它是一个 Golf GTI 或者是 Golf R 嘞，真的很相似哈。如果没错的话，头灯方面它跟 Golf GTI 跟 Golf R 是用着一样的。有听车主说他其实想要卖掉这辆车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络他的 IG 去跟他谈价钱哈。椅子可以做6次倾倒，椅垫也是比较长的。虽然它不是 full leather seat， 它旁边是皮革，中间是绒布。哇，很湿的呢！买到1.4 R Line 都会有的。气氛灯都给完你的，就好像你买了 A Class A200， 它也是有给的 Touch 的灯。那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由于换了前面的椅子的关系，它比较薄了嘛，所以我大概剩下1个拳头2根手指的长度，我的头部空间剩下2个拳头的高度，所以在这个车的头部空间完全不是问题哦。只要不是买到掀背车，其实 Hatchback 的头部空间是 OK 的。后面有冷气出风口，还可以调整它的冷气的温度，还有风速。这辆车有 Tri-Zone 的 Aircon。一个中央扶手，有2个置备架的洞，左右手有一点不对称的，一个高一个低，因为门这边高，扶手这边低。哦，只要我打开门的话，那个中间的灯就会关闭哦。可惜这边就是没有一个 pocket 可以让你放手机什么的，它就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洞。看到这边手把有这些灯吗？还有这个 Welcome Light 啊，在这个 Side Mirror 它会照灯下来的，所以车主也是有说有 claim 过啦。这辆车的确很多小小的那种灯啊 sensor 问题，尤其是它的挡挂是电子挡挂，所以当时有坏过一次，就被逼要上 towing 啊，就把这辆车拖回去 Volkswagen 去 claim 它的 warranty。这辆车是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这是它的钥匙。最喜欢的门锁就是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哦。这辆车已经换上了2张座椅，来自于 SS Cars 的 Bucket Seat R Line， 就 Aluminium
aluminium pedals。坐进来这里，如果我不说它是1.4 TSI， 你完全可以说你不知道，因为这辆车因为它是电子仪表啦，它是可以做一点 coding 啊，换这个显示的，所以这辆车你会看到有 airbag error， 因为换了椅子啦，所以它就没有那个 airbag 在椅子那边。但是如果你把椅子换回原装的话呢 ，airbag 的这个灯就没有了。check light 方面呢，是因为换了 exhaust 啦，之前是没有的，但是给 Volkswagen 的技术人员在试车的时候绕一下就出来了，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只要去洗啦，除非你去 remap 的话，一次过做完没有问题。关了门之后呢，你才能换这个显示。这辆车的显示你可以换成很多种，这个是 Golf R 才有的。可是这辆车我都说了，电子仪表的好处就是可以做 coding， 你可以换成像这样的 RPM， 像 F1 的，平时驾车的时候啊 ，TPMS 啊，双原式的仪表。左边还可以显示变速箱的温度、油温还有水温。无线的 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 来到了 MK8 这一代，什么都是 Touch 的，比如说这些冷气的恒温空调全部都是 Touch， 方向盘这边都是 Touch， 连开灯关灯都是 Touch， 所以我有一点不太喜欢。像上次我之前试驾了 Golf R 上云顶的时候，我的手这里一直在触摸到它的方向盘加热的，这里就有换挡拨片加长了的，这个是一个电子档挂，现在是在 P 档，如果你要挂到 D 档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好来，现在是 D 档了，电子手刹。去到 N 的话呢，这是 N。R 的话呢，直接把它挂到最上面。操作原理是跟 BMW 那些是一样的啦。然后 P 呢，就是按这里，这个是放手机的吧。然后这里没有无线充电，可是有一个储物空间，可调整式的手扶箱，可以拉长拉短，还可以调整高度。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我很喜欢，就是它可以拉得非常的后面，很适合我的驾驶角度哦。那我先关掉这个阀门，我先踩一下油给你们听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啦啊，我们按 on， 哇，那个声音蛮大声一下嘞。这辆车有驾驶模式，可以选择有 Eco、Comfort、Sport 还有 Individual。我没有记错，这辆车是没有 DCC 的，不像 Golf R 这样哦，它的悬挂系统可以跟着你的驾驶模式来调整它的硬软。可是这辆车呢，就有一个 Comfort 跟 Sport， 我不确定是不是避震器还是它的 chassis 会变硬啦，所以我们等一下试驾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这辆车搭载着一个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这个在上一代的第7代啊、7.5代都可以看得到的。引擎呢也不会说很吵，对我来说蛮安静的。你会听到有一点滴滴滴的声音呢，相信它是 Direct Injection 的声音啦。你在 Honda Civic 啊，只要是 Direct Injection 的车啊，都会听到这种声音的。这辆车因为换过 Blow Off 了，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蓝蓝色的1.4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可以产生着150匹马力，还有250个牛顿米的扭力。它搭载着8速的 AT， 来自于爱信的，不再是以前的6速啊或者7速的 DSG 干式双离合，尾灯都是一样，很漂亮，还有序列式的 signal 灯。好吧，我们去试驾 ，Let's go。OK，Let's go。Golf R Line 1.4啊，它的起步呢就是比较顺了很多啊，毕竟它不是多 clutch 啊，多 clutch 的时候呢，就是当你放开那个刹车的时候，你 feel 到它那个离合器啊会结合啊，一下子会有一点点像放 clutch 的感觉冲出去的。所以 AT 不是咯，一上车就是放低，然后直接踩油就是了，它直接滑出去，会滑出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会买1.4 TSI 的人呢，他是不 care它的安全配备怎样的，我就是喜欢驾驶乐趣，而且我又不想要买到像 Golf GTI 比较贵啦，讲真的200多千，然后 gap 太远了，多一个50多60千，你才能买到一个 GTI。我想要一个 hatchback 样子又可以看的，然后又好玩的车，我就得选这辆车了，因为讲真的啦，它的 body kit 一定是很多的，它的改装物品一定是很多的，毕竟它是一个 Golf，you know， 你要什么避震器啊，你要什么 body kit 啊，一大堆，哇！可是这辆车我可以讲啊，你换的是 iVax Sport Spring 是吧？不是，这个是我朋友从1.4哦，他还是玩 Golf 的嘛，他是7代。它是7代，然后它有豪的 adjustable， 他就问我要不要它的这个 Sport Spring。之前我载过他的车了，我就觉得，它这个 Sport Spring 蛮舒服的，然后蛮不错，因为它 handling 也蛮好的。结果一搬过来的时候，原来可以用的哦。如果你给我选的话啦，这个还是选到我会选这个，它 long distance 的时候可能稍微比较舒服一点。哦，有没有发现到很多小问题这样子啊？哦，有小问题很多啊。除了这个 gear lever 是完全是推没有反应啊，就是说对 high gear selector 它一坏。
快，它就是完全进也进不到，然后要叫投影。好彩我这次在家里啦，不是在外婆。它是一下子坏，没有说给你一个预兆，就是说我想要坏的。它是一下子就坏了。这个车小问题其实算起来也蛮多的，sensor 啦，然后有时候你驾车的时候，那个 focus 全部会跳出来啦。你看起步的时候啊，顺顺的，你也不会感觉到那种 shock。对，这个就是 AT 的一个好处啦。所以你是打 RON95还是97啊？我是一桶一桶啊，有时候我打97都是一桶，就是一桶97，一桶95。哦，这样你打满的话要需要多少 liter 这样子？如果95的话，一定大概80多块，80多90块。哇，这样小缸不了啊！啊，如果97的话，可能比较稍微贵一点。对，可是你可以行驶的那个里数啊，有没有500 km 啊？这样一桶？我脚比较重啦，所以可能300多，320最准哦。在就比较踩比较顾虑，也算不错啦。因为讲都是底气都在1.4德波啦，所以如果你比起2.0德波，你一直中脚的话，我看啊，我的朋友的 GTI 300吧，都不到。对，可能是有这个可能的。所以就看你是怎样踩啦。这次 Golf 也是蛮省油一下的啦。如果你不要一直都是每次 full throttle 下去，其实是 OK 的。GTI 一桶油500 km 也是 OK， 没有问题的。看你怎样去加啦。但是这辆车去 remap 你就不好讲了，对，你没有的省油到哪里去了哈。看一下你的压箱反应是。OK 啦 ，not bad 啦。它没有像以前的那个 dry clutch 7 speed 这么干脆，像闪电式这样快。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是什么呢？它的 dry clutch 阻尼也没有这么多，所以它的换挡比较干脆一点的。可是这辆车的这个换挡的逻辑也是不错的啦。其实你只是降档的时候跟升档的时候稍微会慢一点点而已啦。那这种。哦，它这个 iSyn 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rev match 哦，可是它不像 DSG 给的那种顺畅啊。当你降档的时候，你完全是没有 feel 的 ，zero feeling， 而且它的速度非常快。你看我这种的，我明显感觉那个车会有那种拖了一下的感觉。喂，always like this， 最突然的。我终于摆脱了这种塞车了啊！可是如果你讲塞车的话，走走停停，这个 AT 是很顺的，很舒服的。其实比我们的家的 DSG 来的舒服一点点啊。讲的话，它没有这么 direct。如果你讲动力直接的话，还是 DSG， 它就跟那个手牙是一样的运作原理，它只多了一个 mechatronic 去控制它的双离合在操作。可是如果讲舒服，还是 AT 的。可是如果你要这个换牙爽快啊，就是要 DSG 了的啦。所以我们就试试看，这辆车有 Drive Mode， 我们换到去 Sport， 它直接换到 S 档给我。OK， 踩完。100。哇，它也是有那个换挡那个发烧哦。啊，对。可是它在5500转就没有，对，还要高转的时候。I see， 明白。哇，你讲很有贴背感就没有啦，讲都是1.4原装还没有 map 过那些，原装有150匹，我相信在 on road 的话应该120到130而已的。如果讲 Honda Civic 是比较有力一点啦，讲真的，如果你比起来啦，可是它扭力就是有250个 top 哦。可是我就是喜欢 hatchback 哦，在这种弯道的时候，它比较讲呢，比较灵敏啊，没有什么拖泥带水。如果你想加一个sedan的话，就是屁股就是讲都会比较重一点的。所以你过弯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侧倾也会比较多。这种 hatchback 就没有，转向是非常精准 ，steering 是这个重量是蛮适合我们这样平时加的。可是如果你讲好像 Golf R 的话，它会有那种知道吗？会有重量啊，这样子。我可以换一下 Eco Mode 试一下，但分别不大哈，那个油门会比较没有这样冲了一点啊。喂，有 Blow Option 哦。如果你比起那个同等级竞争对手来讲，它也许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是说安全配备上面，可是
会买这种车的人不 care。你觉得你会买 Type R 人，他们会要 Honda Sensing 吗？我觉得不会用，因为他们就是要那个手牙，他们就是要那个动力，还有那个操控。I don't care 那个什么自动刹车系统，我根本是不需要。买车呢，就好像娶老婆一样啦。如果今天你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车，你不喜欢的老婆，你加一下你也是显掉了嘛，是不是？我觉得买车是很需要看个人需求在哪里。买车的人有2种，一个是很看自己喜欢驾驶乐趣的人，第二个的人是我觉得我只是要一个代步的车，我只是需要一个可以 start 车打油走就可以了。那你就不用去买一个特别好的车了。这样子的 top speed 你去过多少最快？之前有试过，我打一次打到 V Power Racing。OK。然后我那一次 V Power Racing 都可以去到220，226，226，然后就看油了。刚性肯定是比日本车来的好的。我甚至觉得 Mazda 3不是不好，你知道吗？我不要讲 Civic 啦，因为 Civic 的 level 其实没有像 Mazda 3跟这个，尤其是在它的那个底盘上面。我会觉得 Volkswagen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车身很轻巧，你会感觉到车身不重，可是它的前线就很扎实哦。它很神奇的地方在这边，这个就是 Volkswagen 的 MQB 平台。我觉得来到这边还是需要一点 sport 的，因为它一直想要升档，就好像很惯性的，感觉像加斗大的感觉啦，因为讲都是爱信嘛，这个变速箱。可是它的换挡是不错啦，算蛮快的。有一点点接近 GTI Mark 7.5 的降档上面补油，如果再做得好一点的话，会更顺了。那个 blow off 声不是很明显哦，它有一点点声音。对。不错啊 ，handling。只是你过弯的话，你肯定不能拿 Golf R 来比啊 ，Golf R 真的是支撑性很棒哦，那个悬挂系统，讲都是 R 的嘛 ，bro。你感觉到，当我在过弯的时候，侧倾也没有这么多，它的底盘都是差不多相似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它避震器方面。如果这辆车，我觉得啦，如果换一个 adjustable 会更加爽哦，在过弯的时候。可是它的灵活性真的是很棒的。我见到阳光了。OK 啦，那这个影片就会到这了。我来到云顶三角了，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干什么呢？我们就会把这辆 Golf R Line 给开上云顶了。那还等什么？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赶快按下订阅啦！留守我的频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哈 ！Thank you Alex，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 MK8 的R Line。其实为什么它不叫1.4 TSI 啊，直接叫 R Line 而已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是一个习惯啊，放到皮，他们有自动结合那个。感谢你，我们下个影片再见。OK。Morning drive，Morning everyone。可惜啊，这辆车1.4 TSI 已经是没有在马来西亚售卖了。听讲马来西亚还只有200多台，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这辆车1.4 Daily Drive 是 OK 的，可是你只能买2手咯。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 Alex 他的 IG 去询问这辆车，去看这辆车。给我选啊，我是还比较喜欢驾这个多过 CVRS 啊，1.5 Turbo 很强，可是驾驶乐趣有换挡的感觉，还是 A7 会比较爽。好了，各位啊，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冲上云霄再见啦 ，Goodbye。